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生日抱枕套小狗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抱枕由主体和装饰组成，先进行主体的制作，完成后制作和安装装饰。主体包含前片、后片、织片钩边，先进行前后片的制作，完成后进行钩边，最后缝合拉链。先进行前后片的制作，前后片钩织方法都一样，只是配色不同。往下，我先讲解一下单个织片的钩织方法，后面在讲解钩织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。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，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钩织。我先介绍一下织片的钩织方法。织片采用对角线钩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分成了加针区和减针区两个区域，中间通过不断加入新线和换色，来钩出对应的图案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引拔针，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锁针起3针。接着钩第一排，3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4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依次钩3个长针。这里把3个锁针、3个长针当做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完成。往下钩第2排，首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往返钩织需要把织物反过来，逆时针方向翻转，然后挑这3个锁针钩一个花样。先钩3个锁针起立，此时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调锁针对应的最高位置半针，也就是凸起的小横线上方一根线，一对应钩3个长针。如果找不准位置，也可以从锁针的正面来数。完成后，一个花样就完成了。往下穿入第一个花样，起针位置
在其旁边的大洞，也就是这里，穿入大洞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在这里继续钩一个花样，3个锁针起立，挑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，这一排钩了2个花样，第2排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排，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然后翻转，挑这3个锁针位置钩一个花样，同样这里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挑最高位置半针入针钩织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，起针与长针的缝隙，也就是起立针旁边的洞眼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挑同一个洞眼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继续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这里钩一个花样，第3排完成，这一排钩了3个花样，可以看出这一排的纹理与第1排对应，这是织片的正面，长针的纹理比较整齐。往后区分正反面时，可以参照纹理，同时起针线头要位于右下角。接下来钩第4排，方法与之前一样，先起针，然后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引拔，继续钩第2个花样，后面花样位置对应钩花样，花样之间一针引拔针过渡，继续往下钩织，
勾完最后一个花样，第4排完成，这一排勾了4个花样。往下按照图解继续勾织加针区的剩余部分，这样加针区的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钩织织片过程中会遇到的几种情况，下面我用小样进行讲解和演示。我先讲解加入新线的方法，有2种情况，我先讲第一种，一排的起始加入新线。请看演示。上一排边缘花样最后一针完成后，拉到线圈，我们将织片从线圈中穿过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在边缘这个长针针目入针，将线勾出，调整线圈大小，用新线起3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开始勾花样。这样边缘换色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2种，一排之中需要加入新线，请看我演示。我们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片的反面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结，钩针穿入缝隙处，将线勾出，接线的线头放在反面，然后勾一个花样。勾花样时，可以将接线的线头包裹住钩织，这样一排之中加入新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演示相邻花样换色需要留线的情况，有2种。先讲第1种，在这个色块相邻周围，也就是上方或者左侧，需要用到同色线的情况，请看我演示。这个色块完成后不断线，勾下一排时，用这个线就直接将线拉过来钩织花样即可。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物的反面，上一根线稍微拉紧，拉过来的线不要太紧，拉过来的线在钩花样时包裹进去。
这样第一种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二种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一个花样，或者左上方会用到同色线。我们将这个线直接拉过来钩织即可。第二种情况就讲完了，这样相邻花样换色留线的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2个花样或以上会用到它。我们可以将线预留15厘米，然后剪断。钩花样时重新接线即可。然后我演示一下断线后藏线头的方法。换色部分，先将线头从上方的这个辫子处勾出，稍微拉紧，这样相当于打了一个结。剩余的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如果想要更加牢固，可以将线头分成2份。将其中一份从相邻位置勾出，2个线头打死结，剩余线头在一起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其余线头除起针的线头外，分别藏到织物里面。接线的线头继续在织物里面多藏几针。这样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一排里同色块较远，也就是中间间隔2个花样及以上的情况。为了方便钩织，可以在其中一个区域重新接线。一个线团有2个线头，表面和中心各一个线头。这里遇到只有一团线的颜色时，就使用另一个线头来接线。有多团线的颜色，可以重新使用另一团来接线。先将前一个颜色的线头放于织片背面，然后拿起对应的线，接线即可。这样一排里同色块较远的处理方法
就讲完了。下面钩织减针区，对角两端都需要减少花样。开始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然后钩一个花样，后面继续一一对应钩花样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，后面不继续钩织，进行引拔，这样首尾都少了一个花样，这一排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下一排，同样的方法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后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并钩织一个花样。接着一一对应钩花样，钩完最后一个花样里侧，这样这一排就钩好了。往后直接按照前2排的方法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完最后一排。完成后，这里最后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钩完后挑相邻花样引拔即可。最后再钩3个锁针，翻转，挑下方花样引拔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1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这样减针区就讲解完了。这样织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织片钩边，先分别在前后片上钩2圈边，然后合并一起钩边。钩织过程中注意留出缝拉链位置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中长针、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后片，找到最后一行的这个花样，正面对着自己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以下方法：钩针穿入最后一个花样第一个长针针目，开始接线。
勾第一圈，先勾3个锁针，然后在下方2个花样之间的缝隙处勾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过渡，下一个缝隙处勾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过渡，然后按照在缝隙处勾引拔针，3个锁针过渡的规律，一直勾到这一侧的拐角位置前。3个锁针完成后，在这个拐角位置勾一个引拔针。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根据自己喜好入针即可。3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拐角位置就勾好了。后面大家就按照这一侧和拐角位置的演示勾完这一圈。这样勾边第一圈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勾第2圈，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一个引拔针过渡，在锁针洞眼里对应勾短针，注意拐角位置需要勾锁针连接，大家按照图解勾完这一圈。最后挑第1个短针的针目，引拔连接，断线藏线，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。接着取出前片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在前片上勾完这2圈，注意完成后不断线。我这里已经勾好了，然后将2片第2圈正面朝外，注意从第3圈开始，将2片重叠合并钩织。注意，其中一条边只勾前片，后面这片不勾，要留出开口，
缝合拉链。接着钩第3圈。先在左侧第2个针目上钩引拔针，这里要注意同时穿过前后片针目一起合并钩织。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钩引拔针的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继续按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注意，同时穿过前后针目合并一起钩织。完成后，空一针不钩，在下一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后面也是空一针不钩。3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3个锁针，一个长针，钩在同一位置。3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我们将这个短针上钩的所有针法看作花样1。接着左侧空一针，从下一针开始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然后空一针钩花样1，
后面就是按照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一直勾到拐角位置前。我这里短针数量较少，不做参考。最后一个花样一完成后，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拐角位置就勾好了。旋转织片，左侧相邻针目上勾一个花样一，完成后，后面就按照前面编的演示，对照图解钩织即可，一直勾到下一个拐角位置前。完成后，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两个短针，短针之间勾两个锁针过渡。旋转织片，左侧针目上勾一个花样一，然后空一针，从下一针开始勾对应针法。注意，从这里开始，只在前片上勾，不在后片上勾。按照图解一直勾到还剩3个短针的位置。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，空一针勾一个花样一，注意从这个花样一开始，就同时挑前后针目一起钩织。
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将这一圈勾完。最后挑针目勾引拔针连接，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藏线。这样第3圈完成。下面来勾第4圈，在第4针上接线。另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，接着依次勾3个短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也就是先勾3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勾一个引拔针。这样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就勾好了。接着左侧依次勾4个短针，3个锁针过渡，下方空3针，左侧长针针目上勾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。在倒数第4针上挑一根线勾引拔针，继续勾一个锁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还是挑倒数第4个锁针上的一根线勾织，继续勾一个锁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。完成后勾一个锁针，左侧长针针目上勾一个短针，我们将花样1上面的所有针法看作花样2，继续勾3个锁针，下方空3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勾4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4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空3针，勾一个花样2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，勾完这一圈。注意拐角位置不要勾错了。
引拔连接，断线藏线。这样第4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5圈，先在花样1右侧第4圈的锁针盾眼里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盾眼里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跳过下方狗牙拉针，在左侧锁针盾眼里钩3个短针，与右侧锁针盾眼对称，左侧针末上钩一个引拔针，不拉紧，接着钩8个锁针，下一个盾眼右侧短针针末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左侧盾眼里钩3个短针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注意拐角位置不要钩错了。最后一个引拔针完成后，与第一个短针钩引拔针连接，断线。这样第5圈完成。接着钩倒数第2圈，取出线材，左侧锁针盾眼里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算作1针长针，同一盾眼依次钩2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。接着左侧锁针盾眼里钩一个中长针，
7个长针，1个中长针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引拔连接，断线，这样第6圈完成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先在起立针左侧长针针目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短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2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，不拉紧，2个短针，下一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，2个长针，钩在同一位置，3个锁针，1个引拔针，也是钩在同一位置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引拔连接，断线藏线，这样最后一圈完成，这样钩边就讲完了。下面缝合拉链，取出抱枕套和拉链，拉链有齿的这一侧朝里放置，开口位置向左，
然后剪一根80厘米线头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开始缝合。先在反面固定线头，大家缝的时候可以稍微密实一点。一侧缝好后，将另一侧也缝好。边缝边试拉一下，以免缝歪。这一侧缝好后，大家可以将两端稍微进行固定。边缝的时候需要边试拉，这样拉链就讲完了。